只要你努力，總有一天會成功的。真是暖心。可是後來發現，只要你努力，總有一天會發現，原來你不只是窮，還很累。你以為自己需要時間管理，其實只是把雜事從左邊搬到右邊，忙了一整年，人生沒變。因為你把努力花在幫別人按讚，而不是幫自己開路。子彈筆記不是幫你寫更多待辦，是讓你看清楚，90%的待辦根本不必辦。你的待辦是像清单，是不是像恐怖片劇本？早上想回3封郵件，結果變成回30則爛訊息。下午想專心工作1小時，結果變成滑 IG， 回同事廢話，幫朋友點讚，順便研究貓咪餵食膜愛紙箱的一整天。睡前你心想，我今天好忙。但老實說，你只是在忙着被世界搶走注意力。多數人的努力像在跑步機上狂奔，很喘，但哪裡也沒去。1年後回顧，你發現自己一樣窮，一樣累，一樣不知道自己去年到底在忙什麼。不是你不夠努力，是你的努力全都餵給了一隻叫做噪點的怪獸。今天我們想解開這個問題，你的人生不是倉鼠滾輪，是時候停下來，換一個方向跑。如果你覺得內容有幫助到你，請先點個讚，然後訂閱書中劇，分享給有同樣問題的朋友。你今天看完影片不會後悔的。那我們現在繼續聊內容。你知道嗎？問題是，你的大腦不是倉庫，是廚房，會發臭的那種。所以必須運用子彈筆記、模組化來捕捉，快速記錄來釐清，反思來對齊。很關鍵，強調一下：1. 模組化來捕捉， 2. 快速記錄來釐清， 3. 反思來對齊。接下來詳細說明一下。1. 模組化像樂高，不是監獄。你以為筆記本要配合你？錯，多數人一輩子都在配合筆記本的格子。子彈筆記說，拆掉格子，你才是老大。今天你想減肥，開一個模組；明天你想追蹤存錢，加一個模組；後天你只想畫一隻穿襪子的貓，也可以。習慣模組記錄喝水、運動、閱讀等習慣的執行情況。目標模組將長期目標如存10萬元分解成短期可執行的衝刺目標。項目模組針對特定項目或興趣開設專門的頁面進行管理。索引頁位於筆記本最前頁，類似書籍的目錄。每當你新增一個主題模組，就在索引頁寫下主題名稱和對應的頁碼，方便日後查找。未來志 Future Log 用於記錄當前月份以外，未來數月甚至整年的重要事件、目標或任務。例如，半年後的考試、朋友的婚禮。每月志 Monthly Log 通常由2個跨頁組成。左頁是日曆頁，寫下當月每一天的具體行程或截止日。右頁是任務頁，列出這個月必須完成的目標清單。每日志 Daily Log 每天記錄時，你只需寫下日期，然後開始用子彈短句快速捕捉當下的任務、事件和想法。建立覺察，你不是筆記本的員工，你是它的建築師。把所有事情從腦中倒出來，是為了捕捉，不是為了整理。清空大腦，讓大腦停止焦慮，放輕鬆。當事情留在腦中，大腦會持續耗能，這是焦慮的來源。所以第一步不是思考，而是倒出來。2. 快速記錄，用符號，不要寫作文。快速記錄不是懶，是誠實。你寫買蛋只要1秒，寫今天天氣很好，我決定去買蛋，就浪費了人生5秒，你知道嗎？一般人記事情，今天下午3點要打電話給房東說馬桶壞了，還有記得買蛋啊，對，回老板信。寫了這麼多，花了3分鐘。
子彈筆記快速記錄，記得不用忙着整理它，只是清空大腦。為了快速且客觀的記錄，你需要使用一套簡單的符號，可以根據個人習慣調整。意思就是使用符號來分類事情，目的是不思考，先倒出來。打電話給房東，馬桶，買單，回老闆信。今天要做，表示需要執行的具體行動，例如寄出季度報告。0. 今天發生，用於記錄與日期相關的事件，可以是未來的約定，也可以是過去的經歷，例如0參加產品發布會。今天想法，避免只記任務，不記現實，例如客戶提到偏好簡潔的設計風格。X 任務完成，任務完成後，將前方的畫成 X。任務遷移，任務沒有完成，但需要在未來繼續執行，將其標記為，表示將它遷移到明天或未來。任務排程，任務被安排到特定的日期，例如未来制或每月制。靈感點子，記錄重要的想法、金句或靈感。接下來，你自然會明白，這件事有價值嗎？不是要不要做，而是值不值得做。這是一個非常殘酷但極度重要的問題。3. 反思機制，像定期清冰箱。沒有反思的人，每件事都做，每場會都開，每個 LINE 訊息都回。1個月後回頭看，啊，我怎麼在忙這些垃圾？這個步驟是子彈筆記的精髓，決定了你是在機械記錄，還是在主動思考。每天早上，選出今天最重要的3件事，限制3件，強迫選擇，避免假忙碌。晚上，問自己，今天哪些事情真的推進人生？浪費的精力是？這些事情重要嗎？不重要就刪掉。定期把未完成的事情重新抄寫一次，如果值得，才留下來遷移，不值得就刪除。聽起來很蠢，但這是靈魂。這個動作會強迫你問，這件事重要嗎？這件事非做不可嗎？如果不值得，刪除。這是改變人生的關鍵動作，也是子彈筆記的靈魂，遷移 migration。 子彈筆記強調刻意記錄。在數位資訊氾濫的時代，手寫能讓我們放慢速度，過濾掉不重要的雜訊，只留下真正值得關注的事項。可以設定時間，每週及每月問自己3個問題：哪些事其實根本不用做？哪些事值得繼續做？哪些事只是假裝很重要？最後，你的行動要對齊你重視的是你的人生方向，真正重要的長期目標。否則，忙碌不等於有效，忙碌只是在加速偏離。多數人不是事情太多，而是冰箱裡堆滿了早就該丟的假任務。你的筆記本不是日記，是人生的遙控器，把廢頻道刪掉，只留你想看的那一台。你不是太忙，需要時間管理，其實你缺的是人生的篩選機制。刪掉那些做了也不會改變人生的雜事，刪掉那個開了10次會但沒人記得結論的項目，刪掉那個你其實根本不在乎，只是不好意思拒絕的飯局。子彈筆記不是筆記法，是你人生的篩子，它幫你問一個很殘忍但必要的問題：這件事值得佔用你人生的一個格子嗎？如果答案是否定的，把它射掉，不是寫下來，是直接刪。像刪掉手機裡那些永遠不会再打開的 App 一樣乾脆。舉個簡單的例子，
以前你的待辦事項清單，回客戶信，買牛奶，研究副業，回群組，哈哈，思考人生意義，篩選過了之後，回群組，哈哈，直接已讀，買牛奶，請室友買，用一杯真奶解決，研究副業，這是真正重要的事，排進今天的第1個小時。回客戶信可以，但限時15分鐘。你看，你沒有變快，但你變狠了，狠到不再讓那些不重要但急的小事吃掉你重要但不急的人生。如果你還是很忙，但忙了半天沒成果，請強迫自己做出取捨，這件事真的值得做嗎？如果你還是常常很焦慮，腦子裡一堆亂想，請外化思緒，把它們全部寫出來，倒出腦袋，你就會冷靜下來。如果你仍然是目標一大堆，自己都搞不清楚要去哪，你需要定期对齐，問自己一句：我現在做的事還是我想要的嗎？如果你還是會拖延，總是拖到最後一刻，請冷靜觀察，什麼才是真正該做的事，而不是逃避去做簡單的小事。子彈思考就是把反射式生活變成選擇式生活，它不是讓你寫更多，而是讓你做更少，但做对了。它也不是待辦清單，待辦清單是壓力累積器，子彈思考是壓力刪除器。所以它不是效率工具，而是選擇工具，更是正念練習。追蹤過去，整理現在，設計未來，就是定期把資源、時間、注意力、精力從低價值事物轉移到高價值人生資產，讓你從被動的忙碌中解脫出來，主動設計自己想要的人生。你的人生應該只留給真正會發光的事。